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天从祈福新村出来，原本以为是一个阴天啊，谁知一路都是大太阳。从祈福新村经过莲花大道、景观大道，过了景观桥，转到一个小村叫冲边村的小村里面啊，转了一圈，然后呢，到了滴水园公园的门口，不得其门而入。但是意外的发现，滴水园公园门前的那条大道，居然就是正在延长的景观大道啊！骑到底呢，就是四良路。我现在呢，已经在四良路上，向着宝墨园的方向骑行。那边呢，我知道啊，还有一个龙湾村，还有我经常顺着龙湾冲湿地边上的道路啊骑行的绿道，那边有很多的钓鱼场，就一边骑一边看吧，看看能够骑到哪里，再折返回家。这条四良路呢很长啊，我相信已经骑了4-5公里了，但是呢，它还在延续。天气好的时候啊，热衷于骑行的人，就可以骑个几十公里以上的人呢，我觉得番禺的很多马路、绿道，还有森林公园边上等等呢，都是非常适合骑行的线路。经过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啊，就是右侧的一片山地，是一个学校。前面呢就是分岔路口啊，直走呢就是古龙路，那边就有龙湾冲湿地，而向左呢就是顺德方向啊，就是上紫泥大桥，会经过宝墨园的大牌坊。我感觉状态还可以啊，就打算再骑一次紫泥大桥，
看看到子尼岛上稍微转个小圈往回走。好，我现在呢转入顺德方向啊，前面这个桥呢就是子尼大桥了，我要骑过这座大桥。我的右侧呢就是子尼河。保木园呢就在我的右侧，这边有一个大的牌坊，但是我就不走寻常路啊，直接往前骑，看看能不能绕到保木园的后面，在里面再去兜一圈。我的右侧呢就是保木园这个大牌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牌坊。那我就继续顺这条路往前骑一阵吧。现在呢应该已经在子尼岛上了。这边有2个牌子啊，去子尼塘1公里，子尼村呢就是我的右侧500米。差一点我就走过头了啊，不能骑上桥，我得看看往哪条路绕过去。
紫泥塘呢是在紫泥岛上最靠近顺德的一个区域。以前呢是一家国营的糖厂，就生产白糖的工厂啊，但是早就荒废不用了。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创意的这种园区。那以前我们开车来过很多回了，每次呢都是开车来，我也曾经呢骑着车转过。那今天呢我是从家里一口气骑到了这里，这个让我有点惊奇啊！我既然是可以骑到这边来的，但是现在呢我要去找一找，就在这个附近到底在哪里了。到了这个岸边呢，我相信应该就没有错了。这应该就是我们以前开车来进来的一条道。哦，这里的林荫比较好啊，骑在这里很凉快啊。紫泥取水泵站在右侧。我想象啊，现在这个右侧呢，都是以前这个国营厂的这些职工的住宅吧。现在呢，进入紫泥塘。前一阵子我骑车去长洲岛，就去过广船的一个加速区，就有点这种感觉吧。国营的工厂就这样。你看这边一进门呢，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塘，装点的还相当不错，就有一种要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了。这边还有个紫泥游客中心。就这边的很多的建筑啊，一看就是50年代、60年代建的这种房子吧，多多少少带有以前的历史的味道啊。苏式文化街，所以呢，这是中国和苏联当时还是蜜月关系期间啊，他们援建的一个工厂吧。然后因为要迎合当时所谓的苏联的专家，这边呢就建了很多苏式的房子啊。从这边呢可以看到广州文化和旅游产业风头小镇紫泥塘，就以前的这种厂房设施还残留的。
但是都已经被一家家的公司呢占据着，进行一些艺术创新。同时呢，也有个广东省国营紫泥糖厂工业历史博物馆，你看竖了很多的招牌。但这个地方呢，好像火红了一阵啊，就没什么声音了，还是因为交通不便吧。就等到那个景观大桥建好以后，到这边就方便一些啊。我感觉我来一次比一次的就怎么讲萧条啊。今天呢，因为我已经骑了相当一段路了，20多公里了，还要回去，所以呢，我在这个紫泥塘这个算是有艺术氛围的风情小镇啊，就慢骑一圈，就不多停留。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没事干，在这边骑车，或者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和家人在这边逛一逛，也是别有一种情趣的啊。本来这是一个房车营地啊，我以前记得来的时候还是停了不少的房车的，但现在明显的数量少了，显得一种好像没有什么经营的状态了。你看这些桌球台啊，都铺着桌铺，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营业的状态了吧。这里有不少拖挂型的房车，这个中国人的房车文化还没有兴起，虽然也有一些尝鲜的人呢，开着自己的房车到各地去旅游，但更多人呢，可能还没有对这个有很多认识，所以开一批这样的房车营地啊，并不是让大家来停房车的，而是说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，就在这种房车的车辆里面呢，住个1晚2晚的，这可能也是大家体验一下房车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好玩的东西啊！哇！在没有人的房车营地，随意的骑行一圈啊，这就是紫泥塘这个所谓的创投小镇目前的模样啊。就其实跟我们很多地方看到的差不多，都是一副萧条。这个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经济的大背景。所以呢，这个经济如果下行的话，它真的会影响到千家万户，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人们。
这个大机床。这个厂的范围呢不小啊，因为它为什么会建在一个岛上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自己有自己的码头，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啊，就可以通过这个码头呢运向四面八方。这边有一个紫泥塘游泳馆，我记得上一次有来的时候还听到很多孩子们的嬉闹声啊，那今天就完全静悄悄的，听不到一点声音了。在整体萧条的这种环境之中呢，真的你要盘活一个老的这种废弃的工厂啊，尤其又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除非你给这边的业主们免他10年、20年的租，给予更优惠的这种政策，扶持他们慢慢成长起来。否则的话呢，在现在这种经济的大背景下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的。你看啊，这一条小路，两边你可以用残垣断壁来形容，基本上就是一种非常陈旧的景观啊。大部分的这种厂房呢都没有得到改建，甚至没有得到维护啊。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呢吸引了一些企业。虽然我知道这个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呢是不缺的啊，就这种热情是非常值得赞赏的。但是年轻人呢，光有冲劲啊，他没有经历过这种挫折，所以他来尝试一下，即便铩羽而归啊，也是对他以后的创业有用的。就是有一些这种雕塑啊，有一些摆在外面的艺术品或者展示的这种字画，感觉还不错。诶，刚刚我看见只猫猫躲到车下面去乘凉了。喵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地上以前还有小铁轨的这个痕迹，就在工厂内转运货物的时候呢，以前是有这种小火车的。这边也有几家餐馆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不对，还是根本就是没有营业，基本上都没有开张了。喵喵喵，又有一个猫。哦，这边倒是开着一家餐馆的。哦呦，这里是猫天猫地了啊！看这里有3只小猫。哦 ，Hello。看着这一只跟刚刚那只大猫有点像啊，应该都是一些野猫吧。
这边呢，这是以前的码头了啊，外面呢就是一条水道。现在我就费点力，抬着车上去看看吧。这里呢就是糖厂的码头啊。这个平台呢，我也来过，这边还有些画。5、6年的时候，国家领导人到这边还来参观过、视察过。边上的建筑物都是大门紧锁的状态啊，应该是没有营业。那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啊，看看江。对面呢就应该是顺德了。这边呢应该还是属于番禺的啊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歇一会儿，喝口水。今天真的天气还行，虽然出了太阳啊，气温呢不是很高，应该31、2度最多了吧。好，我从这边继续抬车而下。这边呢，又一台机床。你看啊，这个厂房的墙上啊，画的还是蛮漂亮的一幅画。
好，我就从这边原路返回了。我的左侧呢，就是一排舒适的建筑啊。刚刚我应该就从这边进来的，我现在呢再从这边出去啊。它的名字叫紫泥塘文化创意园。看这边有它的一些介绍，53年建的厂，最后呢荒废以后啊，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园区。好，我们现在骑出这个园区，原路返回啊。看了一下码表，到现在呢大概23公里，其实并不是很远啊。主要呢在这样的天气底下骑行呢，稍稍有点考验。但幸好呢，某些地方像现在这条林荫路，慢慢骑行就非常的舒服。今天呢就主打一个慢骑吧。累了呢就休息一下啊，以免在这样的天气劳累过度啊，容易中暑。总的来讲还是比较满意啊，今天也没费什么劲，就骑到了。曾经有想过什么时候能够骑到这个紫泥塘，就是应该是紫泥岛最远的地方了吧。哦，原来这叫三扇大桥，就是横跨潘以和顺德的一座桥。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原路返回比较好，就从这边吧。现在呢，我左拐进了一条村道啊，两边的都是村舍，
看有些房门口写的有房租，有农民呢会把多余的一些房间呢腾出来出租给那些有需要的年轻人，一般都是到这边来打工的人，所以稍稍赚取一些收入。哦，这边还有个学校，叫什么宏基学校，以前没进来过。你看，有毛泽东的题词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的身后呢是有一个学校叫宏基学校，古色古香的一个校门，边上呢有一条河冲。这边呢应该是一个村庄，叫新村坊6街啊。这边有个凉亭，你可以看看这个地方有一个路牌。宝墨园呢就是往前走，紫泥塘呢也是往这方向，还有瑞园等等紫泥村委。这边呢就是宏基学校了。对面有一个村民的房子，真的很漂亮啊。看到这边有公交车出来，我就看看啊，应该去紫泥村的吧。你看这边啊，也是商业还是非常旺的，这边还有个土八路饭店。这个车是开往顺德客运总站的。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在我的左侧，就这边进去呢就是紫泥塘了。没错了，我上次也从对面骑过来的。这边呢有一个瑞园，非工作人员不准入内。
原来呢，我已经从紫泥塘那边呢到了紫泥村了。村里的这种小冲啊，你看啊，都变成了景观道了，建了一些亭子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关西大街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寺庙呢？慈航院啊。那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一个庙，或者一个尼姑庵吧。现在出来呢就是桥头路啊，从那边过去呢就是保木园啊等等的地方了。当然呢，路是没有走错，前方到保木园门口打卡呢，就准备原路返回了。右侧的围墙里面呢，就是南岳院啊，一个新建的园林。沙湾紫泥公共汽车站在这里了。
骑着又来到了紫泥村里了。对面呢就是协天宫啊，记得右侧呢应该就是张氏祠堂群了，因为前阵子刚刚来过，还记忆犹新。右侧就是张氏祠堂群。好了，这个里面呢我就不进去了啊，在外面转一圈，准备回去了。这边呢就是宝墨园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不在这边停留了。
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大的池塘啊，前面也做了一个水池，梁氏宗祠，就梁姓人家的一个祠堂，三善梁氏宗祠，还是建得挺不错的啊，就到此游吧。好了，今天的第2段呢就分享到此结束了啊。现在在沙湾岛上，保木园边上啊，这个梁氏祠堂，这片地方呢，现在变成了旅游景区。那我们就在这边结束第2段的骑行。现在顺着这条大道呢，准备往回去了。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